就在我准备签下那份为了给女儿治病变卖我名下3套别墅的协议书时，主治医生的一通电话让我停下了笔。我老公李成此刻正满眼通红地跪在我面前，抓着我的手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老婆，只要能救咱们家念念，别说房子，就是我的命你也拿去，签字吧。医生说肾源在这个月底前就能匹配上，钱到位，孩子就有救了。看着这个入赘我们苏家12年，一向唯唯诺诺，对我百依百顺的男人，我心里也是一阵绞痛。我们的女儿李念从小体弱多病，这周突然查出急性肾衰竭，急需换肾。我去接个电话，我抽出手，走到了走廊尽头。电话是刚才给我做配型检测的王主任打来的，他是我爸生前的老战友。苏瑶，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王主任的声音压得很低，透着一股古怪的严肃。方便，王叔，是不是我的肾源配型成功了？我可以捐给念念？我急切地问。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5秒，然后传来一句让我浑身血液冻结的话：瑶瑶，配型没成功，而且不仅是不匹配的问题，根据侯老分型结果，那个躺在 ICU 里的孩子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我握着手机的手猛地一抖，差点摔在地上。王叔，您别开玩笑，念念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我肚子上的剖腹产刀口现在还在呢。医学不会撒谎，瑶瑶，我偷偷给你做了加急的亲子鉴定，排除你是生物学母亲，但奇怪的是，王主任顿了顿，数据显示李成确实是孩子的生物学父亲。那一瞬间，医院走廊惨白的灯光晃得我头晕目眩。孩子是李成的，但不是我的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12年前我生孩子的那天，有人把我的孩子换走了，用李成和别的女人的野种换走了我苏瑶的亲骨肉。我僵硬地转过头，透过病房的玻璃窗，看到李成正坐在病床前，温柔地给那个原本我视若珍宝，现在却觉得无比陌生的女儿擦脸。他的表情那么慈爱，那么专注。原来这12年来，他不仅仅是演戏，他是真的爱这个孩子，因为那是他和那个贱人的种。那我亲生的孩子呢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压下想要冲进去拿刀捅死他的冲动，把签了一半的房产变卖协议书撕下来，揉成一团塞进了口袋。我推门进去，脸上挂着比哭还难看的笑。老公，王叔说配型还需要再复核一下，卖房的事先还2天，我得回趟公司筹点现金流。第二天上午，手术室外的走廊里，念念被推了进去。李成焦急地在门口转圈，既是担心他病床上的女儿，也是在担心手术万一失败，他的富贵梦就碎了。这时暖暖正穿着病号服坐在长椅上瑟瑟发抖，我走过去，当着李成的面一把抱起了暖暖。老婆，你干嘛？那是宫体，不能乱动，要进手术室了。李成冲过来想拦我，我侧身躲开，冷冷地看着他。谁告诉你他是宫体？不是说好了吗？50万。我不缺那50万，但我缺个女儿。我摸了摸暖暖枯黄的头发。昨晚我带暖暖去做了个详细的体检，顺便做了一份亲子鉴定。李成的瞳孔猛地收缩，嘴唇开始哆嗦。亲子鉴定？做什么亲子鉴定？她就是个乡下野丫头。我从包里掏出那份报告，直接甩在他脸上，纸张散落一地，最后一张结论页刚好飘在他脚边。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暖暖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而手术室里躺着的那个是你和这个女人生的野种。张芳听到动静冲了过来，看到地上的报告，尖叫一声：不可能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周围的护士和病人家属都看了过来。李成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。瑶瑶，你听我解释，这肯定是误会，鉴定中心搞错了。误会？我冷笑一声，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，那是那天我在城中村门外录下的，他们商量怎么把暖暖当活体器官库，怎么霸占我家产的对话。我换了一辆不起眼的买菜车，戴着鸭舌帽和口罩，提前来到了定位显示的那个城中村。这里脏乱差到了极点，污水横流，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缠绕在头顶。下午3点半，那辆熟悉的旧桑塔纳果然出现了，车停在一栋灰扑扑的筒子楼下。李成从车里下来，手里提着2袋东西，看包装是肯德基的全家桶，还有一套崭新的粉色连衣裙。他警惕地左右看了看，确定没人注意，才快步钻进了楼道。我跟了上去，这里的隔音效果极差，我站在2楼破旧的防盗门外，能清晰地听到里面的声音。你终于来了，一个女人的声音，紧接着是一个小女孩怯生生的声音：爸爸。嘘，小声点。是李成的声音，语气里满是宠溺。芳芳，这是给你买的新裙子，快试试。张芳，最近家里缺钱吗？缺啊，你怎么才来？隔壁老王催房租催得紧。张芳抱怨道。对了，念念怎么样了？李成叹了口气。念念病情严重，已经在 ICU 了。只要苏瑶那个蠢女人把房子卖了，把钱转到医院，我就有办法把这笔钱洗出来，到时候念念就有救了，而且钱都是咱们的。那咱们这边这死丫头呢？张芳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刻，她可是苏瑶亲生的，长得越来越像那个女人了，这脸我看一次就想划烂一次。别急，这丫头还有用，万一苏瑶那边起疑心，或者需要什么骨髓配型之类的，这丫头就是个活体器官库，养着她，给她一口饭吃就行，别饿死，也别让她跑了。我浑身冰凉的贴在墙上，感觉天旋地转，必须死死咬住嘴唇，才能不让自己尖叫出声。原来我的亲生女儿就在这扇门后面，她被当成活体器官库养着，被我的丈夫和他的情妇虐待着，而我却在像供养公主一样供养着他们的女儿，甚至还要为了救他们的孩子倾家荡产。我没有冲进去，理智告诉我，
现在进去除了打草惊蛇，没有任何好处。我要让他们付出比死更惨痛的代价。我强忍着泪水，悄悄退下了楼，躲在车里继续蹲守。大概过了1个小时，李成走了。他前脚刚走，那个张芳就骂骂咧咧地打开门，把一盆脏水泼在走廊上。紧接着，我看到了一个瘦小的身影被推了出来。死丫头，去把那堆纸箱子卖了，卖不够10块钱，别回来吃饭。看见你就烦，长着一张丧门星的脸。那个小女孩穿着不合身的大 T 恤，脚上拖着一双破凉鞋，露出的手臂上全是青紫色的淤青。她低着头，一言不发，吃力地背起门口一捆比他人还高的废纸箱。当她抬起头的一瞬间，我的心脏仿佛被重锤击中。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！虽然脏兮兮的，面黄肌瘦，但那眉眼，那轮廓，简直就是我小时候的翻版。特别是她右边眉骨上有一颗极小的红痣，那是我家族遗传的印记，连我自己都有。那是我的女儿，是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宝贝。她在捡垃圾，在挨打，在被辱骂，而那个假的念念却过了10几年锦衣玉食的公主般的生活。虽然病了，却也是躺在特护病房里享受着最好的医疗资源。眼泪瞬间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我看着她步履蹒跚地往废品收购站走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尖上。我发动车子，缓缓跟在她身后。天下起了小雨，她没有伞，只能缩着脖子用那捆纸箱挡雨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推开车门冲了出去。小姑娘，我喊住了她，她吓了一哆嗦，下意识地抱住头，身体缩成一团。我没偷东西，别打我。我蹲下身，不顾地上的泥水，颤抖着想要摸摸她的脸。别怕，阿姨不是坏人，阿姨只是想买你的纸箱，我出100块，好吗？她惊讶地抬起头，那双清澈却充满恐惧的眼睛看着我。只要3块钱就够了，100块太多了，妈妈会说我偷钱的。我强忍着哭腔，从包里掏出一把零钱塞进她手里，拿着，这是你劳动所得，告诉阿姨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暖暖。她小声说。我脱下身上的羊绒大衣，不由分说地披在她身上。快回家吧，别淋湿了。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消失在雨幕中，我在雨里站了很久。李成、张芳，你们家住在我女儿身上的每一分痛苦，我都要让你们千倍万倍地还回来。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，李成还没睡，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拿着计算器算账。看到我回来，他立马迎上来，一脸关切。老婆，怎么样？筹到钱了吗？念念刚才又发烧了，一直喊着要妈妈。看着他这张虚伪至极的脸，我不仅没有像以前那样感动，反而想笑。筹到了，我面无表情地走到酒柜前，给自己倒了一杯烈酒，仰头喝下。不过公司财务出了点问题，现金暂时提不出来，但我有个更好的办法。李成眼睛一亮，什么办法？既然我的肾源不匹配，我想起了我在国外的表哥，他也是稀有血型。我联系了他，他答应下周回国做配型。我撒起谎来，竟然比我想象中还要顺畅。而且为了给念念祈福，我决定把公司20%的股份转到你名下。毕竟你照顾孩子这么辛苦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李成的眼中瞬间爆发出贪婪的狂喜，但他还在假装推辞。老婆，这怎么行？我不要股份，我只要孩子好。拿着吧，下周1我们就去办手续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借着酒劲说，对了，我最近要在公司通宵加班处理账目，这几天就不回家了。周1上午，我如约让律师拟好了股份转让协议。李成看着那份文件，手都在抖，眼里的贪婪根本藏不住。他签完字，抱着我转了个圈，那副深情的样子让我作呕。老婆，你对我真好。对了，那个国外表哥如果赶不回来怎么办？我这边有个备选方案。李成试探着说，我老家那边有个远房亲戚的小孩，配型刚好成功了，不过人家家里条件差，想要50万营养费。我心里冷笑，来了，他终于要把主意打到暖暖身上了。他不仅虐待我的亲生女儿，现在还要割她的肾去救她和情人的私生女。只要能救念念，钱不是问题。我装作救女心切的样子，把孩子接来吧，我要亲自见见这个恩人。李成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别见了吧，那孩子长得有点磕碜，怕吓着你，直接安排手术就行。不行，我态度强硬，这是救命恩人，必须见，安排到医院的 VIP 病房，我要给他最好的照顾。李成拗不过我，只得答应。当天下午，我就在医院见到了暖暖，她被洗了个澡，换上了稍微干净点的衣服，但依然显得畏畏缩缩。张芳跟在旁边，她对着我点头哈腰，眼神却四处乱瞟。苏总好，这是我家那苦命的丫头，叫暖暖。张芳掐了一把暖暖的胳膊，快叫苏阿姨，哑巴啦。暖暖哆嗦了一下，抬头看我，那一刻，她眼里的恐惧在看到我的一瞬间变成了惊讶。她认出了我，是那个雨天给她100块钱的怪阿姨。我蹲下身，强忍着眼泪，握住她满是老茧的小手。别怕，阿姨会保护你的。暖暖愣愣地看着我，小嘴抿得紧紧的，不敢说话。而站在一旁的李成和张芳正交换着得逞的眼神，以为我只是个待宰的肥羊。为了让李成彻底放松警惕，我特意在医院对面的5星级酒店订了一桌庆功宴，庆祝念念即将手术，也庆祝股份转让。饭桌上，我给李成倒满了一杯红酒。老公，这12年辛苦你了。我举起酒杯，这杯敬你。李成满面红光，一饮而尽。老婆，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两家话？张芳以看护的身份坐在角落里蹭吃蹭喝，眼睛死死盯着桌上的龙虾。对了，我
我放下酒杯，语气突然变得随意。王医生刚才跟我说，那个叫暖暖的小姑娘身体太虚弱了，不适合立刻手术，得养1个月。李成脸色一变，那怎么行？念念等不及了，医生不是说月底必须手术吗？是啊，我叹了口气，所以王医生建议用备选方案2。什么方案2？李成急了，亲体移植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医生复核了档案，发现虽然我不匹配，但作为父亲的你，配型成功的概率很高。你是念念的亲爸爸，为了救女儿，少1颗肾应该没问题吧？李成手里的筷子啪地掉在地上，他的脸瞬间煞白，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流。我不行啊，老婆，我有高血压，而且不是有那个暖暖吗？给她打点营养针，明天就做。那丫头皮实，死不了。死不了？我反问，那可是一条人命，在你嘴里就这么轻贱？哎呀，苏总，张芳忍不住插嘴了，嘴里还嚼着肉，那丫头就是个贱命，能给富贵人家小姐换肾是她的福气，给她50万，够她花几辈子了，哪那么多讲究？我看着这一对狼狈为奸的男女，心里的恨意到达了顶峰，我笑了，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行，既然你们这么坚持，那就明天上午9点，手术室见。第2天上午，手术室外的走廊里，念念被推了进去。李成焦急地在门口转圈，既是担心他病床上的女儿，也是在担心手术万一失败，他的富贵梦就碎了。这时暖暖正穿着病号服，坐在长椅上瑟瑟发抖。我走过去，当着李成的面，一把抱起了暖暖。老婆，你干嘛？那是宫体，不能乱动，要进手术室了。李成冲过来想拦我，我侧身躲开，冷冷地看着他。谁告诉你他是宫体？不是说好了吗？50万。我不缺那50万，但我缺个女儿。我摸了摸暖暖枯黄的头发。昨晚我带暖暖去做了个详细的体检，顺便做了一份亲子鉴定。李成的瞳孔猛地收缩，嘴唇开始哆嗦。亲子鉴定？做什么亲子鉴定？她就是个乡下野丫头。我从包里掏出那份报告，直接甩在他脸上，纸张散落一地，最后一张结论页刚好飘在他脚边。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暖暖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而手术室里躺着的那个是你和这个女人生的野种。张芳听到动静冲了过来，看到地上的报告，尖叫一声，不可能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周围的护士和病人家属都看了过来。李成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。瑶瑶，你听我解释，这肯定是误会，鉴定中心搞错了。误会？我冷笑一声，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，那是那天我在城中村门外录下的，他们商量怎么把暖暖当活体器官库，怎么霸占我家产的对话。别急，这丫头还有用，是活体器官库。李成面如死灰，张芳发疯一样扑过来想抢我的手机。你个贱人，你敢阴我，我跟你拼了！早就守在旁边的2名保安立刻冲上来，将他按在地上。我捂住暖暖的耳朵，不想让他听到这些肮脏的声音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李成。李成，你以为我真的转让股份给你？你做梦！李成跪着爬过来抓我的裤脚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脸。不，瑶瑶，我是爱你的，是一时糊涂，是张芳这个泼妇勾引我，孩子掉包也是他干的，我不知情啊。念念也是无辜的，你救救念念吧。我当然会救念念，我嫌恶地踢开他，但我不会用我女儿的肾去救。我已经联系了红十字会，如果匹配到肾源，费用我出，这是我作为一个人最后的仁慈，而不是因为他是你的种。手术室的灯灭了，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。苏女士，虽然没有进行移植，但病人目前生命体征暂时平稳，需要继续透析等待肾源。我点点头，麻烦医生了，该怎么治怎么治，费用从李成那个被冻结的账户里扣。我低头看向怀里的暖暖，他正睁大眼睛看着我，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衣领，生怕我松手。阿姨，他怯生生地喊，不是阿姨。我泪流满面，亲吻他的额头，我是妈妈，对不起，妈妈来晚了。我把暖暖接回了家，暖暖刚开始很不适应，吃饭不敢加肉，睡觉会惊醒，听到大声说话就会爆头。我推掉了所有的工作，陪他看心理医生，陪他去迪士尼，陪他一点点补回这12年的时光。半年后的一个周末，暖暖跑进来，妈妈，快看，我画的画真好看。我蹲下来抱住他，妈妈，以后我们永远都不分开了，对吗？对，永远不分开。门铃响了，是李成。老婆，瑶瑶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张芳那个贱人勾引我，我是鬼迷心窍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，就这一次。李成，张芳虐待暖暖的时候，你在旁边看着，拿着我的钱去给私生女治病的时候，你也没手软。暖暖可是我亲生女儿啊，你不能让我们父女分离。你也配提暖暖？滚吧，去找你的真爱张芳。砰的一声，我重重甩上了门。他在楼下徘徊了许久，最后恨恨地踢了一脚路灯，灰溜溜地转身走去。我看着窗外的阳光，地狱已经过去，我和暖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把李成赶出去后的第3天，他还是像块狗皮膏药一样贴了上来。那天雨下得很大，别墅的安保把他拦在大门外。我站在2楼的落地窗前，看着他在雨里撒泼打滚，甚至拉起了横幅，上面写着毒妇苏瑶，见死不救，还我活路。我让保安放他进来，不是心软，是想让他死心。他浑身湿透，进门就想往沙发上坐，被我冷眼制止。他眼珠子通红，像是输红了眼的赌徒。苏瑶，你真这么绝情？念念快不行了，医生说再不换肾就真的没机会了。我知道你把暖暖藏起来了，她是姐姐，救妹妹是天经地义，你要怎么样才肯救念念？哪怕要我的命都行。你的命不值钱。我抱着手臂，冷冷地看着他。而且你大概不知道张芳背着你干了什么吧？我拿出平板电脑，点开一段视频，丢到他面前。李成看着视频，脸色煞白，嘴唇哆嗦着。这是以前张芳她不懂事，
不懂事。我猛地把茶几上的花瓶砸在他脚边，那是虐待，每一帧画面都是呈堂证供。李成，你现在没资格跟我谈条件，签了离婚协议，滚出我的视线，否则这视频明天就会出现在警局。李成最终还是签了字，因为他急需我承诺给的一笔遣散费，去维持念念在 ICU 的开销。苏瑶，你会有报应的。他拿着那张并没有多少钱的支票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，我觉得无比讽刺。报应，如果有报应，早在12年前就该劈死这对狗男女了。办完离婚手续的当天下午，我就刷到了张芳的朋友圈，他发了一张在医院的照片，李成守在病床前，配文是：虽然世界以痛吻我，但我们一家三口永不分离。某些为富不仁的人，迟早天打雷劈。底下还有几个不知情的亲戚在点赞安慰，我只觉得好笑，随手截图保存。李律师打来电话，苏总，证据链已经完整了，虐待儿童罪、遗弃罪还有诈骗罪的材料都准备好了，什么时候起诉？不急，我看着窗外阴沉的天，手里抹撒着暖暖刚化的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，让他们再蹦跶几天。念念那个孩子是无辜的，等那边的事情尘埃落定，我再送他们进去。现在我要带暖暖离开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。我带着暖暖飞去了南方的一个海滨城市，那里有一栋我早年买下的度假别墅，阳光好，没人认识我们。暖暖很乖，乖得让我心疼。他从来不主动要东西吃，每次吃饭都只敢夹面前的那一盘青菜。那天清理房间，我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堆发霉的面包边和饼干碎，我把他叫过来，尽量温柔地问：暖暖，为什么要藏这些？他吓坏了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熟练的让人心碎。妈妈，我错了，我没偷吃，这是你吃剩下的，我怕饿，我下次不敢了，别打我。那一刻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在那个家里，他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连吃饱饭都成了一种奢望，都要像做贼一样提心吊胆。我把他抱起来，紧紧搂在怀里。暖暖，不用藏，以后家里的冰箱永远是满的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没有人会打你，再也不会有人让你饿肚子了。他僵在我怀里，过了很久才敢伸出瘦骨嶙峋的小手，轻轻抓住了我的衣角，小声问：真的吗？哪怕我吃撑了也不会被打吗？然而身体上的伤好痒，心里的伤却难愈。半夜2点，凄厉的尖叫声划破了别墅的宁静，我连鞋都顾不上穿，冲进了暖暖的房间。他缩在床角，浑身都在剧烈的发抖，嘴里语无伦次地喊着：别关门，别关门，里面有狗，我怕。爸爸开门，我打开灯，想要掀开被子，他却死死拽着不放，喉咙里发出受伤小兽般的呜咽声。暖暖，是妈妈，这里没有狗，也没有黑屋子。我跪在床上，连人带被子抱住他。过了好几分钟，他才从梦魇中醒过神来，满脸都是冷汗和泪水。妈妈，他看清是我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我梦见张阿姨把我关在狗笼子里，让大黑狗咬我，她说要把我喂狗，我心如刀绞。那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李成养过一条大狼狗，他们竟然把我的女儿关进过狗笼，不怕了。我轻轻拍着他的后背，把他的汗湿的头发拨到耳后。大黑狗已经被抓走了，坏人也被赶走了。今晚妈妈不走，妈妈陪着你睡，好不好？他抽噎着，小心翼翼地往我怀里钻了钻，像只受尽惊吓的小猫，终于找到了避风港。那一晚我没敢合眼，一直守着他到天亮。为了让他更有安全感，我开始给他讲我小时候的糗事。你知道吗？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比你还胆小。有一次看见一只蟑螂，吓得直接跳到了外公的背上，把你外公的假牙都撞掉了。暖暖挂着泪珠的睫毛颤了颤，嘴角终于露出一丝浅浅的笑意。真的吗？妈妈也会怕蟑螂？当然怕，妈妈也是人啊。我刮了刮她的鼻子，但是后来妈妈发现，只要你不怕她，一拖鞋拍过去，她就扁了。坏人也是一样，看着凶，其实都是纸老虎。几天后，为了让她彻底放松，我带她去了海边。这是她第一次看海，面对浩瀚无垠的蔚蓝，她显得有些局促，不敢踩沙子。我脱掉鞋，牵着她的手一步步走进浅滩，海浪拍打着脚面，冰凉的感觉让她缩了一下，随即咯咯笑出了声。暖暖，你看大海多大啊！我指着远方，以前那些不开心的事，就像沙滩上的脚印，海浪一来就全部冲走了。以后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他用力点了点头，捡起一枚贝壳递给我，妈妈，送给你，这个像耳朵，它可以听懂我的秘密。暖暖的适应能力比我想象的要强。那天晚上，我带他去吃海鲜自助，他盯着那只巨大的帝王蟹看了很久，却不敢伸手。妈妈，这个壳好硬，像那天的那个阿姨的心。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，我心里一酸，帮他拨开蟹腿，以后谁的心硬，我们就把谁敲碎，吃他的肉。暖暖被我逗笑了。回别墅的路上，我接到了李律师的电话，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。苏总，李成疯了，他找了媒体，现在网上全是骂你的通稿，标题很有煽动性，说什么富豪前妻为争家产，狠心绑架亲生女，见死不救，重病养女。他把那一纸亲子鉴定变成了攻击你的武器，说你是为了不救念念，故意伪造鉴定结果，还把唯一的公体，也就是暖暖藏起来了。让他闹，热度越高越好，只有把他捧到道德制高点，摔下来的时候才会粉身碎骨。挂了电话，我看到别墅门口的信箱里塞着一封律师函，李成起诉我了，理由是侵犯监护权和人身伤害，他要求立刻接回暖暖，并要我支付500万的精神损失费。
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麻烦，我决定回一趟他所在的城市。我带着4、5个保镖。李成来的时候，我差点没认出他，才半个月不见，他像是老了10岁，眼窝深陷，头发油腻。瑶瑶，一见到我，他就想扑上来，被保镖一把按住。我抿了一口茶，连眼皮都懒得抬，坐着说话。我有监护权，而且我已经把房子抵押了，借了高利贷。如果念念死了，那笔钱我也还不上了，那些人会杀了我的。原来还是为了钱，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扔给他。事到如今，你心里想的还全都是钱。张芳都承认了，当年调包孩子的主意是你出的，因为你想用个冰秧子孩子拴住我，好图谋我的家产。如果我把这份文件交给警察局，你现在就不是在这儿坐着跟我谈钱了。这个毒妇，他胡说。李成拿着那份文件，像条桑拿之犬一样走了。我并没有立刻让他进局子，因为我要看狗咬狗。第2天我就收到了消息，李成冲回家和张芳2人打得不可开交，张芳却早就把钱挥霍一空，甚至还想拿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敲诈李成一笔封口费。2人扭打在一起，最后是邻居报了警，在派出所里，这2人彻底撕破了脸。李成指控张芳虐待儿童，张芳则抖出了李成当年如何策划调包，如何伪造体检报告。就在他们互咬的时候，医院传来了消息，念念因为多器官衰竭，在 ICU 里停止了心跳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正在给暖暖梳头，我手顿了一下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继续给他编辫子，只是有个跟你没关系的人去很远的地方了。案子很快就判了，因为我提供的证据链完整，加上他们2人的互相揭发，张芳因拐骗儿童，并且直接实施了长期的虐待行为，被判了10年。而李成这个在背后操纵一切的男人，却请了个极擅长钻空子的律师，他把所有罪行都推给了保姆张芳，把自己责得干干净净。听到宣判结果的那天，我气得摔了杯子。但他虽然没坐牢，日子却生不如死，高利贷的人天天堵门，所有的财产都被冻结，用来赔偿和还债。他名声臭了大街，走在路上都会被人指指点点。那天晚上，暖暖正在练字。暖暖，坏人受到的惩罚太轻了，你生气吗？妈妈，只要我不见他，他就伤不到我，而且没有钱，没有家，这对他是最大的惩罚吧？我愣了一下，随即紧紧抱住了他。我给暖暖报了最好的私立学校，还请了钢琴老师和绘画老师。他很争气，像是一块干涸的海绵，疯狂地吸收着养分。那天我去学校接他，夕阳西下，暖暖背着书包和一个女同学有说有笑地走出来，她脸上有了肉，皮肤变白了。妈妈，今天美术老师夸我的话有灵气，说要送去参展呢。我亲了亲她的额头，真棒。接过他的书包，晚上想吃什么？妈妈给你做糖醋排骨。好耶！我们上了车，车子缓缓启动。就在我转弯的时候，余光瞥见街角的一棵大树后，有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。那人戴着鸭舌帽，穿着一件破旧的环卫工马甲，正死死地盯着我们的车。虽然他胡子拉碴，面容枯槁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双浑浊且充满了贪婪与怨毒的眼睛。是李成，看来有些垃圾，光扔进垃圾桶还不够，必须彻底销毁才行。眼里闪过一丝寒光，看着他在阳光下第一次舒展的眉眼，我知道我的女儿正在一点点回来。李成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跟到了这里，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容易结束。我把车开进地库，特意绕了2圈，确认没被跟上后才上楼。回家后给安保公司打电话，要求给暖暖升级最高级别的贴身保护。第2天是周末，我正在书房处理邮件，暖暖跑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传单。妈妈，你看，小区门口有个老爷爷在发寻人启事，好可怜啊。我接过一看，心脏猛地一缩，那是一张手写的寻人启事，上面歪歪扭扭地画着一个女孩的画像，虽然画工拙劣，但那眉眼分明就是以前的暖暖，文字更是触目惊心。寻爱女，12岁，被狠毒前妻拐走，重病在身，急需救治，提供线索者众筹。那个老爷爷是不是长得很瘦，胡子拉碴的？我尽量平静地问。看起来好像生病了，一直咳嗽。暖暖想了想，他还问我有没有见过画上的女孩，我觉得画的有点像以前的我，但我没敢说，就跑回来了。做得好，以后看到这个人有多远跑多远。下午我就接到了学校老师的电话，语气很焦急。苏妈妈，您快来学校一趟吧，有个男人在校门口拉横幅，说你是人贩子，拐走了他的女儿，现在记者都来了。我赶到学校时，门口已经围了一圈人，对着镜头控诉。各位好心人评评理啊，那个女人为了独吞家产，把我大女儿藏起来了，让我们父女不能相见啊。暖暖被老师护在保安室里，隔着玻璃窗看着这一幕，小脸煞白。我推开车门，深吸一口气，踩着高跟鞋大步走过去。李成，我厉声喝道。李成看到我，眼里闪过一丝得逞的金光，爬起来就想往我身上扑。大家看，就是这个毒妇，把女儿还给我。啪！我打了李成一记响亮的耳光，随后从包里掏出一叠厚厚的文件，直接撒向空中，纸张像雪花一样飘落。既然你要闹，那我们就当着全城媒体的面好好掰扯掰扯。我指着地上的文件，声音冷得像冰。各位记者朋友，麻烦给个特写，看看这位所谓的慈父是怎么虐待女儿的，又是怎么为了私生女要把亲生女儿当备件库的。舆论的风向转得很快，李成见势不妙，
开始耍无赖。他从怀里掏出一把水果刀，抵在自己脖子上。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有钱，他买通了所有人。苏瑶，今天你不把女儿交出来，我就死在这里，让全天下看看你是怎么逼死前夫的。周围的人群发出惊呼，纷纷后退。别冲动，放下刀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只觉得可笑，想死。我往前走了一步，那你动手啊，这刀还没你的指甲盖长吧？往大动脉割，别犹豫。李成僵住了，他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你死了正好。我冷笑，你死了，我就把你的骨灰扬到公厕里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李成的手在抖，刀刃划破了一点皮。就在这时，暖暖突然从保安室冲了出来。暖暖，别过去！暖暖跑过来，定定地看着李成。爸爸，他叫了一声，声音很轻，却很清晰。李成眼睛一亮，乖女儿，快跟爸爸走，爸爸带你走。我不走。暖暖摇摇头，有病的是你，爸爸，你去坐牢吧，里面管饭，你就不用再去骗人了。警车停在路边，将李成带进了车里。怕吗？不怕。他把头埋在我怀里。妈妈，我是不是很坏？那是爸爸，可我想让他被抓走。不，你很勇敢。我亲吻他的发顶，那是正义。他做错了事，就该受到惩罚。这一次，我不再隐忍，再次提交了李成虐待暖暖的罪证。加之他这次持刀闹事、寻衅滋事，李成数罪并罚，判了5年。3年后，我去探视过他一次，隔着玻璃，他老得像50岁。看到我，他没有骂，只是跪在地上磕头。我看着他，只觉得那个曾经让我恨之入骨的男人，现在只是一滩烂泥。李成，好好改造吧。我挂断了电话，转身离开。又是2年过去了，暖暖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重点高中，个子窜到了1.65米，出落得亭亭玉立。周末，我们一起去孤儿院做义工，在孤儿院的草坪上，暖暖正教一群孩子画画。苏妈妈，你女儿真优秀。院长走过来，递给我一瓶水，不仅画画好，心地也善良。这几个自闭症的孩子，平时谁都不理，就愿意跟他玩。我看着远处笑容灿烂的暖暖，心里满是骄傲。是啊，她是上天给我的礼物。活动结束时，暖暖跑过来，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。妈妈，我想跟你商量的事。他有些犹豫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想把我的姓名改了。我心头一紧，笑容有些僵硬，改成苏。对，暖暖拉住我的手。妈妈，我想跟你姓苏，名字也不想叫暖暖了。那你想叫什么？我松了口气，叫苏起。他眼睛亮晶晶的，启明星的启。我想像星星一样，虽然微小，但能照亮别人。好，我紧紧握住他的手。苏起，启航的启，开启新生活的启。夕阳下，我们牵着手走出孤儿院的大门。苏起的高1开学典礼，校门口豪车云集。我刚要把车开出车位，一个穿着灰色旧棉袄、头发花白的老太婆突然冲了出来，呈大字形趴在了我的车前盖上。杀人偿命啊，黑心毒妇，你还我孙女命来！她这一嗓子瞬间吸引了周围所有家长和学生的目光。我定睛一看，心里的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。苏起坐在副驾驶，脸色瞬间白了。别怕，有妈妈在，你在车上待着，锁好门。我推开车门走下去，冷冷地看着还在撒泼打滚的老太婆。你是想碰瓷还是想找死啊？老太婆一听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苏瑶，你个丧门星，你把我儿子送进监狱，又害死了我的宝贝念念，现在你们母女俩吃香的喝辣的，穿金戴银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大家快来看看啊，这个女人心肠歹毒，为了争家产，连亲生骨肉都不认，逼死前夫一家。周围不明真相的人开始指指点点，我刚要开口，车门开了，苏琪走了下来。她穿着整洁的校服，背挺得笔直，像一颗傲然的小白杨。奶奶，您说这话亏心吗？老太婆愣了一下，似乎没认出眼前这个气质出众的女孩。我是苏琪，也就是您嘴里说的那个赔钱货。曾经的李暖暖，您说我妈害死念念，念念生病的时候，是您为了省钱，偷偷去庙里求香灰，偷偷给她喝，耽误了治疗。我被张芳关在狗笼子里，饿得晕过去的时候，您在旁边嗑瓜子。现在您来演什么祖孙情深、小贱蹄子，反了你了！扬起那只枯瘦的手就要打苏起，动我女儿一下试试。我拿出手机，调出当年的一段录音，那是李成入狱前为了减刑交代的，里面清楚地记录了他妈是如何参与虐待孩子的，这就是证据。你要是再敢闹，我不介意送你去养老院、监狱里的那种。就在这时，人群外挤进来一个人影。妈，你干什么呀？快跟我回去！我不走，我要钱。他们欠我们老李家的。苏瑶，那个，你看妈年纪大了，脑子糊涂，我会带她走，不会再打扰你们的生活。苏瑶，家里现在确实揭不开锅了。你看在苏琪也是李家血脉的份上，能不能借点给我老太婆？不能，苏琪姓苏，跟你们李家没有任何关系。当年李成转移资产给你和张芳买的那套房，法院已经在追缴了。你们要是再敢出现在我女儿面前，我就让律师申请强制执行，让你们连现在的桥洞都睡不成。李成连拖带拽的把咒骂不休的老太婆拉走了，看着他们狼狈离去的背影，苏琪轻轻吐出一口气：妈妈，我们回家吧。刚才那个老太婆身上的味道真难闻。我笑着摸了摸她的头，
那就去吃顿香的，去晦气。我带苏启去了他最喜欢的旋转餐厅，落地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。苏启挖了一勺提拉米苏放进嘴里，眼睛弯成月牙。妈妈，这蛋糕真甜，比以前偷吃的饼干最好吃10000倍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一酸，又是一暖。以后只有甜，没有苦。我举起酒杯，跟他的果汁碰了一下。那些烂人就像鞋底的泥，蹭掉就好了。别让他们脏了我们要走的路。苏启用力点了点头，眼神里满是坚定。中午放学的时候，天阴沉得像要塌下来，暴雨如注。因为公司有个紧急会议，我晚到了10分钟，车子堵在去学校的路上，雨刮器疯狂摆动，却刮不进眼前的迷雾。我心里莫名有些发慌，给苏启打电话，却是无人接听。当我终于赶到校门口时，大雨已经把街道淹没，家长们撑着伞在雨中穿梭。我焦急地在人群中搜寻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就在这时，在马路对面的公交站台角落里，我看到一个穿着黑色雨衣的女人，正死死地拽着苏启的胳膊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上拖。那女人力气极大，放开我，我不认识你，救命啊！苏启的呼救声被雷声和雨声掩盖了大半。小杂种，跟我走！你那个富婆妈把我姐送进大牢，害得我断了财路。既然你是她的心头肉，那我就拿你换点钱花花，跟你那个短命鬼妹妹去作伴吧。周围有几个学生想要上前，张兰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一把弹簧刀，恶狠狠地划过空气。谁敢管闲事，老娘捅死他！那几个学生吓得尖叫后退，我的血瞬间冲上了头顶。那一刻，我什么都顾不上了。住手！我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怒吼，连伞都来不及拿，踢掉高跟鞋，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子，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暴雨里。我不管不顾地冲进雨里，积水溅了我一身。放开他！我猛地推开张兰，把苏启护在身后。雨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，我死死地盯着张兰，眼神凶狠。哟，正主来了，正好，省得我去找你。他舔了舔嘴角，露出一口黄牙。苏大老板，既然来了，我们就谈谈价钱吧。我姐进去了，我外甥女也死了，这笔账怎么算？你想怎么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余光瞥见周围已经有家长在悄悄报警。我要拖延时间，500万。张兰狮子大开口，给我500万，我就放过这小丫头片子，不然。他晃了晃手里的刀，刀尖指着苏启，我就在他这张漂亮的小脸上划几道，让他以后跟你一样，只能靠脸吃饭。苏启躲在我身后，浑身发抖。500万，你也配？我冷笑一声，你要是有本事，现在就捅死我，不然等警察来了，你也只能去陪你那个杀人犯姐姐吃牢饭。张兰被我的话激怒了，臭娘们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她大吼一声，举着刀就朝我冲过来。妈妈小心！苏启惊叫一声，想要推开我。那一瞬间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本能地抬起胳膊去挡。扑哧一声，刀锋划破了我的手臂，鲜血瞬间涌了出来，混合着雨水染红了我的白衬衫。剧痛袭来，但我却死死抓住了张兰的手腕。你也就这点本事了！我咬着牙，用尽全身力气，一脚踢在她的膝盖上。张兰吃痛，惨叫一声，跪倒在积水里。就在这时，警笛声终于响彻了街道，几名特警冲破雨幕，瞬间将张兰按倒在地。张兰被死死按在泥水里，嘴里还在骂骂咧咧。苏瑶，你不得好死！我捂着流血的手臂，看着被带走的张兰，身体一软，差点瘫倒在地。妈妈！苏启哭着扑进我怀里，看着我手臂上的伤口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你流血了，好多血，没事，皮外伤。我强忍着疼痛，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摸了摸他的脸。别怕，坏人被抓走了。救护车很快赶到，医生给我包扎了伤口，确实只是皮外伤，没有伤到筋骨，但我还是去医院打了破伤风针。妈妈，对不起。他低着头，声音很小，都是因为我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就不会受伤，也不会被那些坏人缠上。看着他自责的样子，我心疼极了。傻孩子，我拉过他的手，你是妈妈的女儿，保护你是妈妈的本能，就像如果我有危险，你也一定会保护我一样，对不对？苏启抬起头，红着眼睛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以后我一定要变得很厉害，谁也不敢欺负妈妈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他眼底那簇燃烧的小火苗，那是经历风雨后新生的勇气。经历了这场风波，苏启反而变得更成熟了，他不再害怕别人的目光，学习更加刻苦，甚至主动报了跆拳道班。我要练好本事，以后保护妈妈。去医院复查伤口的时候，我遇到了周明，他是骨科的主治医生，也是苏启同班同学小雅的舅舅。那天我在走廊等叫号，手里拿着自己的检查报告，手微微发抖。一个温润的声音传来，我抬起头，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、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正微笑着看着我。他那种干净斯文的气质和那个充满了算计和暴力的前夫截然不同。检查结果没问题。他递给我一杯温水。别担心。我礼貌地笑了笑。谢谢。苏启同学的家长，你好，我是周明。上次在学校门口我看到你了，你很勇敢。周明是个很细心的人，起初是因为苏启和他外甥女小雅是好朋友，两个孩子经常一起写作业，我们家长也就顺便聊聊天。后来
话题渐渐从孩子延伸到了生活。他是个丧偶的单亲爸爸，他独自带着外甥女生活，那种既当爹又当妈的辛苦，我也深有体会。我们就像两个在大海中漂泊已久的孤舟，发现彼此身上有着相似的伤痕，但我始终不敢迈出那一步。我害怕再次受到伤害，更害怕苏琪会受到委屈。直到那个周末，周明约我们去郊外野餐，周明正在教苏琪放风筝，风很大，风筝线缠在了一起，苏琪急得满头大汗。周明没有不耐烦，而是耐心地蹲下来，一点一点地帮他解开。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那一幕和谐得像一幅画。妈妈，周叔叔好厉害，风筝飞起来了。我看着那个笑容，心里的坚冰似乎裂开了一道缝隙。晚上回家，苏琪突然跑到我房间，钻进我的被窝，她眨着大眼睛问：妈妈，你觉得周叔叔怎么样？我愣了一下，挺好的啊，怎么了？那你可以让他当我的爸爸吗？我心头一震，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。苏琪，不介意吗？妈妈如果和别人在一起，会不会觉得……不会呀，我看出来了，周叔叔看你的眼神和那个坏蛋爸爸不一样，而且周叔叔做饭很好吃，还会修风筝。妈妈，你一个人太辛苦了，我也想有个人能照顾你。听着女儿稚嫩却懂事的话，我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我的顾虑都是多余的，那个被伤害的最深的孩子，却是最希望我得到幸福的人。好，妈妈答应你，会认真考虑的。半年后，我和周明领了证，没有盛大的婚礼，只有一家4口的一顿温馨晚餐。周明做了一桌子好菜，还特意给苏琪做了一个他最爱的草莓蛋糕。饭桌上，苏琪和小雅在那儿抢鸡腿，他握住我的手，掌心温暖干燥。以后，这就是咱们家了，有我在，不会再让你们娘俩受一点委屈。我看着他，又看看2个快乐的孩子，点了点头。晚饭后，我们去江边散步，江风习习，吹散了夏日的燥热。苏琪和小雅跑在前面，妈妈，快看，星星！苏琪指着天空大喊，我抬头望去，夜空中繁星点点，其中有一颗特别亮，那是启明星。妈妈，以前我觉得星星好远，怎么都抓不住，但现在我觉得星星就在我身边，那颗最亮的星星其实一直都在，它就是爱，是家，是我们彼此守护的心，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